我是南平修真文男主的正妻，身为凡人的我护着他长大，陪他从小乞丐变成天下第一剑仙。他也报答了我，娶我为妻，以同心咒为媒介，将自己的寿命与我绑定。我活他生，我死他亡。除非我与他之间的爱情消失，同心咒无人能解。绝美女妖，清冷仙子，甜美灵宠，无论他和多少人春风一度，我永远是他最重要的那个正妻。直到他决定迎娶小时候羞辱过我与他的刁蛮公主过门。他说阿福并非坏心，拿鞭子抽你只是气急之下的孩子气行为，我已经不计较了，你也忘了吧。那天凤冠霞帔，十里红妆，我心如刀割，主动碎了同心咒。我消散在天地之间，他遣散了所有妾室。高山上的风雪吹红了剑仙的眼，一夜之间他白了头发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江寒渊来我阁中时，我正想将侍女熬好的药倒掉。喝这东西除了吞咽一肚子的苦水以外，什么也得不到。江寒渊却不赞同这一点，一挥袖就将药碗从我手中夺走了。你的身体你自己知道，由不得你任性。他说罢将药碗递到我的面前，大有我不喝下去就要强灌的意思。喝下去，我准备了松子糖，不会苦很久。散发着甜香的松子糖递到我的面前，我怔怔地看了片刻，抬头看他。苦药热气氤氲，模糊了他的容颜。那个被仇家杀了满门，和我一同从村子里逃出来的小乞丐已经长大，成了天下第一的剑仙。我却看不清他现在的样子。我不喝，我厌倦地避开热气，反正我的身上有同心咒，只要你活着，我就死不掉，何必多喝这一碗苦药？可你会痛，他语带强调。当年你陪我逃出来，坏了身体，每日必受挖髓之痛。同心咒能让你活着，却不能减轻你的痛苦，这要长久喝下去，调养下来能让你好受些。他说的真切，我却有些想笑。原来你记得我怕痛，我以为你早不计较了。江寒渊微微愣住，片刻后垂下眼皮。你还恨着阿福吗？因为我答应娶她，你生气了？他好像很不理解我的记恨从何而来。小时候你和我冲撞了他的车架，他的确给你我下了剧毒，也派手下鞭打了你我二人，但次日他就送来了解药。由此可见，阿福只是无心之失，并非真的恶毒之人，不过是身为公主出身高贵，有些骄纵和孩子气罢了。我记得你从前也算宽宏大量，我和你同受鞭打中毒之苦，我已经原谅他了，你又何必斤斤计较？江寒渊问的直白，我却迟迟说不出话。我要如何回答他呢？难道我要告诉他，沈清福送来的解药并非白给，而是我上门讨要，跪在他的面前，脱光衣服，被好几个侍卫羞辱了一夜后换来的恩赐？其实江寒渊会想娶沈清福这件事，我并不意外。你想，一个浑身虱子的小乞丐，唯一亲密接触过的女子是个和他一样脏兮兮的小乞丐。这样的人，在公主的车驾带着香风迎面驶来时，怎能不愣神呢？她那么干净，那么美丽，皮肤白皙的像是山上的冰雪。即便她神情倨傲，但因为她足够好看，所以谁看了都会觉得她就应该是这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江寒渊看着那张合欢一样娇美的脸，眼中浮现出惊艳之色。她像根木头一样处在路中间，我拉不动她。公主的车驾急停在我和她面前，扬起尘灰。坐在车上的贵人露出嫌恶表情。满身虱子的臭乞丐，脏了我的眼，不如消失在世界上来的干净。只需他一句吩咐，就有冷脸侍卫从怀中掏出药丸，强行塞入我和江寒渊口中。贵人犹不解气，命侍卫举起鞭子狠狠抽打我们。见我被打得满脸血痕，江寒渊才回过神，扑过来拼命护着我。大多数的鞭子都落在了他的身上。见我和他互相挡鞭，沈清福却忽然饶有兴致地笑了。临走前，他避开江寒渊，扔给我一块腰牌。当晚，江寒渊伤毒交加，发起高烧，整个人神志不清，奄奄一息。对不起，早知道他心肠狠毒，我不该。他躺在我怀里，懊悔地喃喃自语。我没有办法，拿着腰牌一瘸一拐地去找了沈清福。入夜时满脸眼泪的进去，出来时天已经亮了，
天光照出我脸上麻木的表情。公主的解药送到了我和江含渊的手上，小乞丐活了下来，于是昨夜的恨也好像消失了。我就知道他不是坏人，他脸上露出自己都没有注意的轻松，他只是个骄纵了些的小姑娘罢了，他根本不想要我们的性命。我躺在稻草堆里，有虫子啃咬我的伤口，可是江含渊正在玛萨公主送来的药瓶，没有在意我的伤痕累累。鞭打和剧毒在我的身上留下了暗伤，痛得我快要窒息。江含渊知道我怕痛，所以拜入仙门后，常常替我寻找补身的药物。他是修士，我是凡人，那些药物能让我疼痛减轻，却不能让我寿命增加。江含渊很焦急，他对我说，他不能失去我，所以他遇到同心咒的机缘后，毫不犹豫地娶我为妻，将咒用在了我的身上。他说，以后我们牢牢地绑在一起，我永远也别想离开他。青年剑仙天资出众，早得长生，我这个毫无修仙之力的凡人也得以靠着他活了100多岁。直到江含渊外出历练归来，我早早地出去迎接，却在他身后看见了一张历经100年岁月后仍旧娇艳如花的脸，肤白如雪，灿若玫瑰，漂亮的眼睛里映出我如遭雷击的样子。还记得阿福吗？他也踏上了修仙之路。他说他对你印象深刻，想亲自来见见你。我与阿福在秘境中遭遇禽兽，已有了夫妻之实。你是正妻，娶她之事便由你亲自操办吧。姐姐，100年没见，你真是半点变化也没有啊。沈清福的声音和我拿着腰牌上门那一晚听到的一样。你应该还记得我吧？毕竟我那时候可是把你和含渊打得不轻，差点命都丢了呢。如珠如玉，动听悦耳。我只觉得恶心。我猛地抬头去看江含渊的眼睛，他却没有与我对视。说这些做什么？你不过是小孩脾气，我和他早不计较了。轻飘飘的一句话，却好像压在了我的胸口。眼前是让我痛苦了100年的罪魁祸首，我要如何不计较？就连沈清福也不相信我会原谅。他笑了，若有所思地问我，含渊说的是真的吗？姐姐当真不计较了？100年的岁月里，我日日苦药不断，我有多痛，江含渊是知道的。但此刻，他却伸手来握了我的手，暗示的轻轻抹撒。我知道你当年受了鞭打之苦，但说到底，还是你我挡了阿福的公主车驾。他只是让我受了皮肉之苦，没有真的取了你我2人性命，已经足够善解人意。如今我与阿福已经有了肌肤之亲，以后你和他少不得朝夕相处，把那些前尘旧事尽数忘掉，于你而言也是好事。我了解你心中的愤懑，你是凡人，看不见广阔的天地，自然只能数着那点仇恨过日子。我和阿福不同，我们一闭关便是3年5载，一历练便是千里万里。我们眼里只有仙途漫漫，实在没有办法与你感同身受。你乖些，忘了吧，就算是为了我。我在他的口中是你，而他和沈清福则是我们。我的胸口忽然一阵隐痛，一股气涌上心头。在沈清福与江含渊有些讶然的表情下，我冷冷开口，我说我忘不掉，我永远恨你。江含渊冷着脸将我送回了暖阁，然后拂袖而去。从前他对我永远耐心，永远尊重，这是他修仙后第一次对我摆这样的脸色。夜晚，侍女替我送来热气腾腾的苦药，从前是缓解我痛苦的东西，现在却看得我几欲作呕。我让侍女将药留下，但直到放凉了也没有动手端起。夜色里，沈清福的身影出现在了窗幔后。不愧是修仙者，他的出现无声无息，像鬼魅。在秘境里遇到江含渊时，我吓了一跳。沈清福自顾自地坐下，又开始自言自语，我是高贵的公主，修仙之路尚且坎坷不断，他这样的小乞丐却成了我可望不可及的剑仙。我本来以为他会对我怀恨在心，没想到他看我的眼神却和第一次见到我没什么区别。我对这样的爱慕眼神可太熟悉了。我遇到禽兽袭击时，他甚至扑上来替我挡了一击。翻云覆雨后，旁敲侧击我才得知，他以为那时的解药是我主动送过去的。沈清福说到这里笑了，他像看蠢货一样看着我。你是真爱他，也是真蠢啊！为他落得浑身的伤痛，却不敢让他知道你的付出，
怕他觉得你脏。他的手指附上我的脖颈，冰凉如绞紧的蛇，语气也骤然冷了下去。凡人之躯本就肮脏，更何况那夜的事一发生，你简直脏得要命。第一次看见你我就讨厌你了，你这样脏兮兮的乞丐，怎么配让他替你挡鞭子，又怎么配让他对你下同心咒？我是高贵的公主，他是天下第一的剑仙，我们天生就该是一对。我奉劝你知趣一点，少给我使绊子。如果不是同心咒，我今夜就要了你的性命。侍女的脚步声从门外传来，沈清福低哼一声，消失在我的面前。骤然失去支撑的我喘出一口气，昏厥过去。再醒过来已是3日后，我的暖阁里空空荡荡，唯有窗边坐着个白衫女子，银发赤足，恍若仙子。但我知道她是个天生媚骨的女妖。你可算醒了，我还以为你要醒不过来了呢。我咳嗽了2声，她一边嫌弃我身体娇弱，一边替我端来了一杯水。我喝了一口水，看向她，静妖，你不在江寒渊给你准备好的千年寒窟里修行，来我这里做什么？静妖说，我不来，怎么知道他又有了新的情缘？外面传得有鼻子有眼，说你刁难了他的新情缘呢。他用手绕着自己的银发，又抓起我的黑发把玩。说来奇怪，从前他和他的师姐睡，和他化形的宠物睡，甚至和我睡。你短暂失落后都能迅速接受，怎么这次带回来的女子却让你反应这么大？静妖问得直白，我却无法回答。要怎么告诉他，我身为凡人，连自己的未来都寄生在江寒渊身上，又怎么配对他有要求？何况他第一次和自己的师姐睡过后，形容憔悴地对我解释，说自己不是故意的，只是被师姐下了药。第2次和灵宠睡，是为了吸取灵宠身上的上古大妖之力，帮助修行。第3次和外出游历遇见的凡人女子，是为了救凡人女子性命。第4次、第5次，直到不知道多少次过后，江寒渊将静妖带到我的面前。他没有解释，我没有询问，一切都变成了默认。静妖心性纯净，问我，你就是他的正妻吗？是我勾引的他，你知道的，他这种剑仙对我们妖来说大补。他虽然睡了我，但那时候却一直在我耳边叫你的名字。我很好奇，让他如此情根深重的女子是什么模样，没想到你是个凡人。我夸静妖长得好看，静妖深以为然。他又说，我实在很好奇你们是如何相爱的，让我看看吧。静者映射出人最真实的模样，能窥人回忆。不等我拒绝，他入了我的意识，在出来时眼中盈满泪水，看我的眼神满是怜悯。我知道静妖看到了那一夜的事情，他替我保密至今。门外的侍女在交头接耳，声音很小，我和静妖却听见了。侍女们说，新来的阿福仙子喜欢合欢花，寒渊仙尊原本喜欢清静，今早却特地去千里之外取了合欢花种子，撒遍了整片山峰，只为博阿福仙子一笑。如今2人正在合欢花树下，一个弹琴，一个舞剑，那画面唯美得很。他倒是真有闲心，明明你都昏迷了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女子能让他如此神魂颠倒。静妖替我打抱不平，飞出窗外。片刻后他飞了回来，神色却失魂落魄。是他，是他。我知道，静妖记起了在我记忆里看到过的沈清福的样子。他走得匆匆，我独自凭栏，直到侍女送来今日的药，我正要将药倒掉，江寒渊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的身后。我问他，合欢花开得美吗？江寒渊沉默了。片刻后他叹气，若不是为了替你赔不是，我又何必费尽心思哄阿福高兴？说到底不过是因为你口不择言。静妖说你昏迷了，我以为是真的，却不想他只是骗我来看你。江寒渊说，语气似乎带点对我的失望。我们面对面站着，两两相望，无话可说。他指责我记仇，我也想指责他冷心冷情。心脏一下一下的抽痛，像是有什么东西要在胸膛里炸裂开来。但江寒渊终究是记挂我身体的，见我不肯服软，他将要拿开了。今日不肯喝便罢了，明日的一定要按时喝下去。他拥我入怀，动作温柔缱绻，一下一下抚着我的头发。好了，你不喜欢阿福，我娶她后你便少出来见他
他虽然骄纵，但心地还算善良。下午时他也让我多来陪你，是我担心你二人产生嫌隙，才坚持替你赔罪。你大可不必咄咄逼人，无论我娶了谁，你总是我最重要的正妻。我们是要永永远远在一起的，没人能够替代你的位置。他说的深情，我的心脏却痛得更加厉害了。我对他说，我没办法原谅他，因为我痛得厉害。我说的是心脏，江寒渊却以为是我身上的暗伤。他的神色柔和了，或许是因为想起了从前我们相依为命的日子。此次外出历练，我得到了新的机缘，玄武秘境将开，秘境里有一株玄灵草，用在修仙之人身上能洗伐多余灵根，用在凡人身上能令凡人脱胎换骨。半月后我将入玄武秘境，替你取来玄灵草。不要怕，很快就再也不会痛了。我心神一动，周身的剧痛困扰我太久太久了，如果能摆脱这种剧痛，对我而言无疑是获得了新生。看着江寒渊认真的双眼，我点了点头。其实100年的疼痛下来，有的东西早已经变了。就像沈清福想要的正妻之位，于我而言已经不再重要。如果能变得轻盈健康，我愿意让出正妻之位。我想搬去遥远的山川深处，一个人了却余生。可惜100年过去了，沈清福的性格从未改变。得知江寒渊要入秘境为我取玄灵草，他说他也要去。阿福是好心，进入秘境夺取玄灵草的修士众多，有他在，我也能多一分把握。江寒渊对我这样解释，但说这些话时，他根本不敢看我的眼睛。我和他相伴多年，再清楚不过，这是他心虚的模样。决定了要二人共同进入秘境后，江寒渊和沈清福开始在合欢树下打坐修炼。男俊女美，常有怀春的仙门弟子感叹两人般配至极，天作之合。如果我不是江寒渊的妻子，我大抵也会觉得这幅画面真是养眼。可惜我是他的妻子，而他现在正为了我的身体要前往危险的地方。我虽然帮不上大忙，但也不愿意傻愣愣地看着。一个夜里，我去灵田里采了聚气草，熬煮了一碗聚气汤给江寒渊送去。他的住处离我不远，身为我的夫君，他也并未提防我，房间对我没有下禁制。寒渊，你为何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模样呢？噩梦般的女声从房间内转出来，我猛然停住脚步，僵硬地站在了门口。透过门缝，我看见江寒渊正坐在床上打坐，沈清福千娇百媚，衣衫半退，没骨头似的往他身上靠。我知道你对那个女人内心有愧，你觉得若不是你冲撞了我的车架，她不会落下终身痛苦的暗伤。可是这难道是我的错吗？我身为公主，平时遇到这种不知死活的平民都是直接打杀的。若不是那时就觉得你长相俊美，我又怎会手下留情？我可是为了你才对他手下留情，好心赐下解药的。他说的没有半分心虚。我将在原地如一块凝结的冰，只需要被人捶打一下，就会粉碎成渣。你说你是着了禽兽的道才与我春风一度的，当真吗？沈清福从身后抱着江寒渊，身体相贴，叫他呼吸都急了起来。我倒是觉得你那时那么急切，那么温柔，好像想我想了100年似的。年少时一见钟情却爱而不得之人，会占据你整颗心，让你永生难忘。江寒渊，你不爱那个女人，你爱的是我，沈清福，不是吗？我在等江寒渊反驳沈清福，但空气里的沉默让人尴尬。就在这一刻，我忽然无比清醒地意识到，江寒渊大约的确不爱我。即便他娶我为妻，即便他与我共命，即便同心咒成功地绑在了我和他之间，但他早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被那个高高在上的公主惊艳了时光。我是陪他最久的人，却不是他想要的人。江寒渊闭上双眼，好像这样就可以不去看眼前的沈清福。而沈清福忽然朝着门缝看了一眼，与我含泪的双眼短暂对视。他笑了，这个笑容我很熟悉。100年前扔给我那块腰牌时，他就是这样意味深长的表情。江寒渊，玄灵草我也想要。我听见沈清福理所当然的撒娇语气。听说玄灵草不只能洗发灵根，还能帮助修仙者强健筋骨。我现在还是太弱了，必须再强一点才能跟上你的步伐。不行，江寒渊拒绝了，
那是给他的，玄灵草难得，这个机会他已经等了太久。沈清福却不放弃，让他再等100年不就好了，反正他有同心咒，只是会遭受溪髓挖骨之痛罢了，又不会死。我真的很想要玄灵草吗？你知道的，我修行能力远不如你。如果能得到玄灵草，我以后修行就能更加顺利了。你都要娶我了，一株玄灵草都舍不得吗？江含冤再次沉默。我等了很久，久到手上的汤水凉的冰人，也没能等到他的坚定拒绝。眼前一阵天翻地覆，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的。回到暖阁里，我将自己埋进被子里，缩成一团。暖阁是江含冤特地替我盖的，四季如春，此刻我却觉得浑身冰冷，像是有细细密密的针在扎我的心脏，扣在上面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剧烈拉扯着，想要彻底断掉。入夜时，江含冤带着苦药来看我，他坐在床边，伸出手来摸我的额头，却摸到了一手的汗，可是又痛了，把药喝了就会好了。一边说着，一边将苦药端了过来，要喂我喝。我不再和自己的身体作对，接过药一饮而尽。好苦，这样的药我竟然喝了100年。见我皱眉，江含冤从袖中取出一颗松子糖，喂到我嘴里。你呀，还是这么怕痛怕苦。江含冤的语气温柔的像是要溺死人。我望着他的眉眼，找不到从前熟悉的一丝痕迹。江含冤，我真的很怕痛，很怕苦。我用双手捧着他的脸，和他对视。还好马上这种痛苦就会结束了，只要你拿到玄灵草，我就能解脱了，对吧？江含冤不说话，或许是我的目光太过炽热，他像是被烫到了一般，移开视线，不肯和我对视。玄灵草太过难得，我未必能抢到。如果天下第一剑仙都抢不到一株灵草，那还有谁能抢到呢？沈清福吗？江含冤猛地抬头，面色一瞬间苍白如纸。你是，我听到了。我平静的像无波的水，你当真要把玄灵草给他吗？即便对他来说，玄灵草只是锦上添花，对我而言，却是能终结我痛苦的救命灵药。他未必会真的要。江含冤的语气骤然加重，像是要说服自己相信。他知道玄灵草对你的重要性，不会真的夺走的。他只是娇生惯养了些，并不是真的心如蛇蝎。就算他真的要拿走玄灵草，你也不会有性命之忧，只要我活着，你就不会死。江含冤的语气越来越笃定，他不知道自己已经给出了伤人的回答。我摸了摸自己的心口，那里传来谁也听不见的碎裂声。江含冤，我累了。我对江含冤说，这个同心咒将我和你绑在一起，让我连死都不能自由。我实在不想继续绑着他了。江含冤，我想解开同心咒。江含冤猛地轻身抱住了我。不，我绝不。无论生还是死，我绝不让你离开我的身边。你是我的妻子，是我此生最重要的人。只要我活着1日，对你的感情就存在1日，同心咒绝不可能解开。我让江含冤抱着，听见他冷泉般的声音里似乎带着哀求与哽咽。我没有挣扎，心里却涌上一阵又一阵的恶心。我想笑。江含冤，同心咒是双向的。你说自己对我还有感情，我对你的感情却正在消失。这同心咒，我快要解开了。江含冤既然已经决定要入玄武秘境了，就不会轻易改变主意。他仍旧和沈清福在合欢树下修炼，唯一改变的是，为了讨我欢心，江含冤替我找来了许多人间的小玩意儿，有漂亮的小雕花铜镜，有甜甜的糕点糖果，有香气扑鼻的桂花盆栽。这些东西我都没动，只在静妖来时送给了静妖。静妖嚼着糖果，托腮看着我。我怎么觉得你身上伤心的气味淡了？比起从前，你平静了好多。我啜饮手中的茶，对静妖说，因为我或许快要死了。怎么会？静妖讶异，明明你身上有他的同心咒。话语戛然而止。他看着我脸上的表情，又看了一眼满山盛放的合欢花，好像明白了什么。相识一场，你有什么愿望吗？我愿意尽力替你实现。我想了想，对静妖说，我想要玄灵草。你都要死了，要玄灵草做什么？因为每次暗伤发作都太痛了。我对静妖比比划划。
我的身体里长得好像不是骨头，而是一把一把的刀，一天又一天地割着我的肉。我唯一的愿望是死前能睡个好觉，做个不被暗伤痛醒的美梦。静妖明白了。那我们得在江寒渊拿到玄灵草前得到它，否则东西落到他的手里，我可抢不过。哎呀，你可真是会给我找麻烦。嘴上这么说着，静妖却认真地计划起了夺取玄灵草的事情。带一个凡人进秘境，也只有她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妖敢想了。最后，她忽然灿然一笑，说她想到办法了。进入秘境那日，静妖给我服下了一颗丹药，这丹药里有她10年的修为。靠着这颗丹药，我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，看起来是个炼气初期的女修。这是我陪江寒渊修仙以来，第一次重新见到外面的世界。静妖化作一面小镜子藏在我怀中，她说这个秘境的风景不算绝美，她知道一个10年后开的秘境，那里面的景色才算得上是仙境。随后又遗憾地对我说，可惜你应该活不到那个时候啦。我点点头，看着不远处的修士，江寒渊和沈清福也在其中。相熟的修士调笑二人，寒渊仙尊，我瞧这位阿福仙子可是比你那位正妻配你啊。你那正妻体弱多病，这么多年了都没叫我们看清过正脸，阿福仙子却不同。你瞧她明艳如花，落落大方，又是个修仙之人，能陪你在这条道上一直走下去。江寒渊神色变冷，沈清福察言观色，立刻打断调笑，诸位可千万别这么说，仙尊对我那位病秧子姐姐护得紧，此次若不是为了取我的玄灵草，用来替我断体，怕是不肯离开姐姐半步。他的语气坦荡，众人哈哈大笑了起来。静妖道，这人脸皮怎么如此之厚，怎么就成了他的玄灵草？我却只是笑笑。我们混在人群中前行，直到静妖忽地开口道，我嗅到玄灵草的味道了，在不远处的山洞中。修仙之人对天灵地宝的敏感度总是不及妖的。我听了静妖的话，悄无声息地脱离队伍，进了山洞。玄灵草就长在钟乳石下，静妖替我牵制住手宝妖兽。我努力地向着那株草伸出手去，差一点，只差一点，我就能结束这场持续100年的噩梦。正是在这个时候，我听见了沈清福带笑的声音，还好我发现了你悄悄离开，否则我的玄灵草就要被你夺走了。沈清福是真正的修仙者，我是凡人，我打不过他。就像100年前沈清福是高贵的公主，我是卑微的小乞丐，我比不过他。我被他一掌拍倒在一旁，玄灵草落在他的手上，像路边的一株杂草般被他随意把玩。给我，把玄灵草给我。我忍不住出声，向着他手里夺去。沈清福却敏感地皱了皱眉头，像是听出了什么，在看我时，眼中已经带上了恶劣的笑意。啊，是你啊！他露出一个肆意的笑，冲我扬了扬手上的玄灵草。我察觉到了不对，来不及阻止，便看见一簇火苗从他指尖燃起，将玄灵草烧作了灰烬。你想要的宝贝，诺，没了。白皙如玉的手指一根根松开，草灰落在地上，被风一吹就不见了。我几乎是疯了般向着沈清福扑过去，将他扑倒在地上。他也不还手，只是笑眼弯弯，享受着我的绝望与疯狂。直到洞口传来脚步声，他忽然惊慌失措地叫道：寒渊，这个女修疯了，救我！下一刻，一把剑果断地洞穿了我的胸口。我听见胸口有东西碎裂的声音，随之传来的是一阵剧痛，说不清是剑伤的疼痛，亦或是什么东西从心脏上剥离。静妖被妖兽追回山洞，愕然地望着眼前的场景。他来不及说话，那颗丹药便失效了。我慢慢变回自己的模样，耳边一面传来静妖的质问，一面听见江寒渊绝望的低吼。我失去了意识，在醒来时，我简直想哀叹。我在想，如果被江寒渊一剑刺死倒好了，可惜同心咒还绑着我，不肯让我自由。江寒渊一日又一日红着眼守在我的床前，端汤送药。我看着他这副模样，不觉得感动，只觉得累得慌。我不明白，明明我对他已经死了心，为何同心咒却还不肯碎掉？就像是一根粗粗的绳子，将断不断，总有一股细线还连接着，轻易不肯给我个痛快。直到江寒渊试图在我面前替沈清福解释，
他说，阿福那日不知道是你，只是见你发疯了一样抢玄灵草，所以才唤我救他。我捂住胸口，感受到有东西伴随着疼痛在慢慢抽离。江寒渊见了我的动作，吓得立刻问我是不是伤口崩裂了，却只看见我笑了起来。不，我好得很。我说，你什么时候娶沈清福过门？江寒渊以为我疯了，我却像是第一次知道玄灵草那样开心。我反复询问他和沈清福的婚期，终于逼得他答应时间定在7日后。沈清福以为我在耍什么手段，曾来试探，我却露出真诚的表情，由衷的祝福他能和江寒渊天长地久，永浴爱河。你不知道，江寒渊把你这里看得可紧了，生怕有人影响你养病，我费了好大劲才偷偷溜进来。静妖赤足坐在窗边，晃着双脚对我告状。听了他的话，我却没什么感动的感觉。看得紧吗？沈清福还不是轻易就进来了。婚期一日一日接近，我一日比一日快乐。婚礼的前一天，静妖看着我边哼歌边摆弄桂花盆栽的愉悦模样，忽然开口：我有些舍不得你了。他还是和第一次见面时一样，有话直说。我想进入你的意识，将你和我的记忆留下来，你死后我若想你了，还能翻出来看上一看。我都要死了，倒也不在意自己的心事被人窥探，于是我如了静妖的愿。婚礼前1日，江寒渊宿在暖阁里，他对我说了很多我们还是小乞丐时发生过的事，譬如拌个脏馒头，我把外皮扒掉，把绵软的馒头心让给他吃；譬如冬天很冷，我们缩在破庙里，他将我搂在怀里取暖；譬如他偷了人家的梨子给我，那梨子酸得很，我却假装很甜哄他。再譬如很多很多的小事。说这些话时，江寒渊从身后紧紧抱着我，我能感觉到系在心口的线一根丝一根丝的崩断，每一次都带来熟悉的疼痛。江寒渊，100年太久了，这些我都忘记了。我说完这些话后就睡了过去。第2日天朗气清，正适合娶亲。宗门里热闹非凡，人来人往，10里红妆染红了我的双眼。静妖没有去观礼，而是来陪了我最后一程。他让我靠在他冰冷的怀里，对我说，马上就结束了，你再也不会痛了。我笑着点头。婚礼在进行了吗？我问。静妖点头。礼成。今天的天很蓝，风也很轻。随着静妖的答案，我听见胸膛里砰的一声，有什么东西彻底碎掉。100年里，这具凡人的身躯全靠同心咒撑着，同心咒一碎，再也没什么能强行延续我的生命了。魂飞魄散，我却只觉得世界变得好温暖。我解脱了，再也不会痛了。原来魂飞魄散后，人还是有意识的。我变成了一缕风，看见我的身体在静妖怀里变成了一捧雪白的灰。静妖抓起那把灰，飞到了此刻一片混乱的婚礼现场。他要去替我报仇。江寒渊脸上没有一丝血色，正跌跌撞撞的要回暖阁找我。沈清福对他说，忽然之间找他做什么？你正在娶我过门。宾客哗然，江寒渊却只顾着往外走。同心咒碎掉了，同心咒为什么会碎掉？我还爱他，同心咒怎么会碎掉？让开，我要去问他，同心咒为什么会碎掉？昔日清冷如雪的天下第一剑客，此刻却像是倒退了100年，手足无措，变回了那个无助的小乞丐。静妖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。你找他？正巧，我把他带来了。他把手伸到江寒渊的面前，天真的摊开手。那把雪白的灰被风一吹，就纷纷扬扬地消散在了江寒渊的面前。江寒渊双眼发红，几乎发狂。他发出低吼，说静妖是骗他的，他的妻子身上有同心咒，不可能死。静妖说，可是他死得很开心啊，他已经被记忆和病痛折磨太久了。静妖说着，在江寒渊面前放出了我的记忆。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，我跪在沈清福的面前，求他救江寒渊一命。而被江寒渊称作小孩子心性的沈清福，用看狗的眼神看着我。他似笑非笑，对我说要付出一些代价。他带着无端的恶意，用冷水泼我，用鞭子抽我，用地上的石头砸我。然后我在他的命令下脱掉衣服，一群侍卫围了上来。我想逃，
可是沈清福说我若逃了，他就将手上的解药全部毁掉，江含冤就会死。于是我像一块木头一样站住了，好痛，好痛！我被折磨得生不如死。最痛的时候，我只能朝着空气伸出手，幻想那个会替我挡鞭的小乞丐就站在那里，他会来救我。江含冤，救救我！我在哭。江含冤，我好痛。可是直到天亮都没有人来。江含冤疯了，他赶走了静妖，回到暖阁里，却再也找不到我的踪影。沈清福要劝他继续婚礼，却被他一剑捅穿了心口。冰冷的剑注入了剑仙的灵气，能让人痛不欲生。他双眼通红，冷冷地看着他，像看着一个死人。他说他不会让沈清福轻易死去，他要沈清福也尝尝我曾尝过的痛苦。但其实我早就不痛了，我化作了一缕风，一片云，化作了一切自由的事物。江含冤不愿放弃我，借来了许多法宝，试图复活我。但我这种凡人强行续命，本就逆天而行，一旦魂飞魄散，就是真的消散于天地之间了，一丝一毫的痕迹都不会留下。最后江含冤终于发现，即使是天下第一剑仙也有办不到的事，他再也找不回想要的人。于是江含冤终于绝望到放弃，他遣散了所有的妻妾，断掉了所有的情缘，只留了一个沈清福，派人日日地折磨着他，而他自己却躲到了无人的高山上，整日修行参悟。山顶肆虐的风雪吹红了青年剑仙的眼，也吹白了他的头发。他无法原谅沈清福，更无法原谅自己。他的话语越来越少，性格也越来越冷，像是要彻底变成一个忘情之人。但静妖却不肯就这么放过他。静妖总是去找江含冤，对他说我的事，说我身体日日剧痛，说我曾经多么爱他，说我死前也不曾释怀他的背叛。他却在同一时间迎娶害我一生的女人。于是江含冤又重新找回情绪，变得痛苦无比。静妖终于满意了，赤足踏在冰冷的雪上，哼着我哼过的曲调。终有一日他会疯的吧，希望那一天早点到来。如果你能看见他发疯，一定会笑出声的吧。他喃喃自语，抬头看着天空，那里飘着一片自由自在的白云。我还没有对你说过呢，我喜欢看你笑的样子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